北卡的花粉季在3月底如期而至，通常要持续到5、6月份。在花粉大爆发前，我还能在室外吃火锅，但好景不长，这2天气温高，花粉铺天盖地，像沙尘暴一样袭来，每天露台上都积着厚厚一层花粉，门都不敢开。早上起来先打10个喷嚏提神醒脑，也不太敢放猫出去，猫会把花粉都带进来。想要在露台上活动，就要先把花粉吹掉。最近 Screening Porch 里还总有马蜂，不知道从哪里钻进来的。车只要停在外面，就会积满花粉。每天早上车开出去前都要用玻璃水冲刷一下。家门口台阶上都是黄黄的，门廊上放着的长椅都没法坐了，另一边的小桌椅也都只是摆设。我早趁超市过敏药打折囤了一波，每天靠过敏药续命。外出散步都要戴着口罩，我发现戴口罩是最有效的防过敏措施。花粉季节性大爆发这件事是美国绝大部分地区都有的，不是北卡独有，所以基本上生活在哪儿都躲不掉。不过我通常会在5月底去一趟海边度个假，回来后过敏就好了。根据大部分人的经验，中国人来美国头2年往往没什么症状，还会庆幸自己可能不过敏，但过了2年，过敏症状就会开始严重起来，挺神奇的。莫非也是一种入乡随俗？北卡的州鸟北美红雀是愤怒的小鸟原型，它是美国7个州的州鸟。花粉使溪流都显得很脏，池塘边已经有鸭子和鹅安营扎寨，相信很快就会有新生命孕育出来。Cary 的绿道4通8达，穿过无数小区，哪儿都能走到。这个小区蓄水池看着脏脏的，像是被什么化学物质污染了似的，其实只是因为花粉聚集在此，水本身是干净的，里面有鱼。我以前见过鹈鹕在这里抓鱼。这触目惊心的花粉，看着都觉得要窒息了。另一个小池塘也好不到哪儿去。这只小乌龟显得好落寞。这个小区的游泳池里也飘着一层花粉，现在还没开放。我从 Costco 买了一些蔬菜苗，苗很粗壮，$103盆，性价比很高。主要买了番茄和青椒。还有一盆黄瓜苗，一个小盆里居然有3颗黄瓜苗。黄瓜苗我就种在这个容器里了，到时候让藤直接爬栏杆，我省得搭架子了。一盆里的3颗苗根紧紧缠绕在一起，实在分不开，只能一起种下了。往年种的黄瓜最后都会果实里长蛆，今年我还得想想采取点什么措施预防，另外还要预防白粉病。其他苗种在菜床里，番茄苗虽然还小，我早就把番茄架子安置到位，铁丝网也是一定要装好的，不然这些苗立刻会被鹿啃精光。今年我还在 Home Depot 凑单买了颗一起棒茄子苗，这个品种很高产，1颗足矣，反正我家只有我爱吃茄子。这一格菜床里的全部都是韭菜，是10年前我用种子种出来的韭菜，
期间2次搬家都把韭菜根挖出来带上了。去年因为土里有蜜蜂窝没敢碰，韭菜就随性生长。今年蜜蜂窝不在了，我把老韭菜全部都割掉了，还把土翻了一遍，没几天就又长出来这么多了，连菜床外面的石头缝里都长满了。兔子和鹿都不吃韭菜，所以就不用放铁丝网了。我就喜欢这种如野草般肆意生长的蔬菜。这一格里今年撒的香菜籽是一个也没发芽，只能再等等看。春天除草也是一项大工程，院子都被杂草侵占了，得买点除草剂治理一下。